to golden light. There's a world of wonder painted in the sky. 明天要坐飞机，赶飞机去伊斯坦布尔了。今天临时能够在网上约一个网友，可以稍微做一个简短的采访吧。他不太愿意出镜，但是可以跟他录声音，然后跟他了解一下这边的信息。现在坐地铁过去。人家这么高一栋楼，就是他的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感谢我们欣欣姐跟你聊一聊。我是其实6、7年以前过来考察，那时候我孩子刚好2、3岁，我们就到处在考察，就觉得看哪里比较适合。你那个时候就想好了，就是小孩一定要是接受这种国际教育。对，我就觉得，多看看嘛。像我们选择这个，房子，是因为离学校比较近，还有就是这边的祖屋的话。 我比较喜欢就是，孩子有玩的地方。我呢喜欢游泳，小孩喜欢攀爬，都很方便。我们就在旁边这一栋楼。那你是大概什么时候就是带着2个小孩落地这里的？前年，反正过了2年多。但是我们考察其实是在孩子现在10岁嘛，是在孩子3岁多的时候。因为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我回去不久，我爸爸。 就检查出来癌症，像那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出来。所以我说6、7年以前，其实就考察了，想让孩子过来直接上国际幼儿园。从幼儿园一直，他的语言的话就不会出现断档的问题。好，我爸爸的癌症期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你知道吗？我到新加坡，我都不会，我连水电气我都不会付。我从来不知道在家里用水电还要付水电气，也不会做饭。对，都是你有保姆啊。人家以前有住家保姆，然后后来过来以后就发现，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但这个祖屋就是本地人住的，基本上。就只能是公民，而且是要多少年，它还是有条件的。那你们是租的？我们是可以租，每一套房子它会有一个比例。 比如说你是3房1厅，那你整套房子就是6个人。明白。不可以超。是这样的。好，我们一般一批的话会住，公寓，或者是祖屋。好，然后就是另外一种 WP， 它的收入相对低一点。也会租。然后很多 SP 的话，它收入很低，可能就只有2、3千块钱，那个时候他就会和人合租。还有一种就是，其实现在很多那个SP 就是打工族的话，其实是会住在马来西亚。还能住在马来西亚？ 因为很方便，感觉就是一个地铁站的换乘那还是可以啊，很方便，很方便。而且现在过关的话，像我们直接刷护照就考了。我女儿班上有那个学生就是马来西亚的，每天早上自己没有父母送从马来西亚坐车过来，然后上学，下午2点放学以后再回马来西亚，每天都这样。那这边的国际学校的费用大概是多少？1年的费用的话是在4万多新币。 然后在这儿有一个最著名的就是小六考试，小六考试它就会分为精英，非精英就是中等和普通。你进入这一部分就是考得很好的，你就会进入到他们特别好的中学，那就相当于其实你是一只脚跨进去，牛津、剑桥啊。中间这一部分你其实是要参加 A level、O level 的一个考试，他们的教育理念认为每个孩子他的成长是不一样的，他要因材施教，就是特别优秀的孩子，他其实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去和那个很普通的孩子一起上课。慢一点的孩子，我们不说笨吧，有的人可能就不太适合在课本上面去取得一些优秀成绩的孩子呢，你就慢慢的来，但是你一定会有机会。你包括你后来，比如说从那个大专完了以后，
好，我想去申请本科、申请研究生，你要去申请奖学金、都 OK 的。但是你就可能就会更长一点，时间会更长一点。我从小就是一个学霸。我就是属于我妈妈那一辈7个姐妹。我爸爸这一辈8个姐妹，但是我几乎没有兄弟姐妹，就是堂哥堂姐表姐表妹喜欢我。我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我姑妈就是一个老师一说我表妹，比如说考差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啊，她就会说重庆话。哎，你看哈你们舅舅屋头那个，你看他，你再看看你。哎呦，你知道吗？我表妹到现在和我都没有联系，还有隔阂在。她非常恨我。哎，其实也不是说你去故意去，跟我没关系啊。对，这只是这个环境的问题。对，我就是那把刀。对，被他妈妈拿来杀人的那把刀。从小比学习，然后后来就开始比谁买的车，谁买的房，比工作，是吧？你像现在要移民的话，要拿这个 PR 的话，要满足什么条件吗？还是？我的话应该就是继续工作吧。就把你这个业务发展好了，对吧？对，按时纳税，然后对纳税，他要税单。然后他有什么要求吗？你当时申请的时候？没有，开盲盒吧。就我2个朋友很极端。其中有一个过来也是一批过来2年多，一家3口，一个女儿，9岁，申请那个 PR，2个月，你知道吗？这神速哎，2个月就批下来了。然后女儿马上就可以不用缴学费了，就是那种，好，因为以前属于外国人嘛，读书的时候是按照比例，还是要缴学费嘛，就在政府学校也还是有，700来着我忘了，好，就瞬间就不用缴了。但是你知道吗？另外一个他也认识，也是一家3口，也是过来2、3年，也是孩子在政府学校，但是读政府学校的幼儿园，申请了3次，都被拒了。3年多了，快4年了。他1年申请一次。就我们后来在猜测啊，但是不一定有参考依据哈。就是他们俩，就是那2个男的，就是爸爸嘛，都属于 IT， 都属于比较精英的，也是比较缺的啊。对，收入也还可以，属于 EP。但是过签的哈，已经过签的，就是拿到 PR 这一家人的，就是女主人呢。他是 WP， 比 EP 要所谓的低一个档，但是他是一个那个私立学校的物理老师，而另外没有过的那个女主人呢，她是 SP， 相当于外来劳工，可能就会觉得你这个 SP 对他本国其实是在和他抢就业机会，对他并没有什么贡献。好像据说新加坡有两个支出，第一是国防支出，第二就是教育，这个在其他国家很少有整个国民收入20%拿来放到青少年的教育上面。这个老师啊，收入也很高，就价多，收入高。大概有多少？20万新币？肯定有啊。差不多。可能更高。对，而且所有的民族的节日都放假。我们所有的民族的假都有。马来西亚过年要放假，中国人过年要放假，印度人过年也要放假。然后还有什么莫名其妙的一些假，都会放假。就是现在，就是你那个时候申请EP过来的话，是要达到多少钱的这个薪水来申请吗？还是一个什么项目的标的来申请这个？我可能属于运气比较好的，就是，我是几年前当时申请这边 EP 的时候，他更多的看重就是你的管理能力，因为我们公司做的业务和中国有一定的关系，医疗服务嘛，好，所以他会看到你手上的资源、你的个人能力，所以申请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一点。但后来有新政，就是在去年9月1日开始执行的，就是他要交配额，就这个公司我要请一个中国人，那你必须要有聘请了6个新加坡人。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你为什么非得要请一个中国人呢？难道我们新加坡人就没有优秀的人了吗？难道马来人就没有优秀的人吗？如果是新政以后再过来申请，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啊。这边一般就是学生啊，或者是家庭啊，你可以就是自己，比如说挂一个预订牌，烧烤啊。新加坡的组有一个特点，它没有1楼，对，架空的，对，全部架空的，对还有它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它的绿植非常的好，但是没有蚊子。对，它这驱蚊做的还挺好的。
它有一个好像是全球吧，这个我不记得不太确切了，好像有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就是灭蚊中心。你看那有一个蓝色的棚子，你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不知道。那个蓝色的棚子是政府修建起来，专门给红白事的。哦。啊，对，你可以就是请外面的公司稍作搭建。因为他怕下雨嘛。那其实他这个华人的这个习惯保留得很好，而且政府也是，鼓励你在这里社区里面。对，它基础的设施啊，什么会照顾到这些都会有。对啊，他们最爱说的话就是觉得政府是保姆式的。对，它会有根据居民的这个数量哈。基本上几栋3、4栋楼就会有这样一个停车的楼，专门的停车楼。新加坡的吃饭的地方，就说普通的那个市民吃饭的地方分为3档，第一档就是由政府修的，叫小贩中心，它里面有巴萨，巴萨就是有点像我们的农贸市场，但是非常大。好，巴萨呢要分湿巴萨、干巴萨，就湿巴萨就是卖菜、卖水果、卖肉，就是有水的地方。好，就是那。这样理解就可以卖生鲜了。对，好，对生鲜，好，然后就是干巴萨，干巴萨就是比如说你在里边什么理头发呀，就是它会干湿分区，因为它每个礼拜会消毒，然后同时那个小贩中心不是说你想租就可以租，只能由新加坡公民去竞标。好，你进到了那个位置，它那个档口很小，同时它也是share的，就是里面的餐桌呀、服务员呐，甚至公共设施维护啊，都是共享制的。所以它最大限度的去节约了成本。好，所以它会在小贩中心，它就会有规定，就是它有一个指导价，就是你不能超过多少，比如不能超过3新币，而且要标到比较显眼的位置。因为你政府给到了你挣钱的机会，但同时你也要给到市民一些实惠。第2个档呢就是咖啡馆。咖啡馆它就会有。一般有风扇呐，然后环境相对来说好，价格也会高一点。比如吃的一般的什么杂菜饭呐、面条呀，可能就4块多，5块多。同时它会开在这个就是离家比较近，就可能就在楼下。一般500-600米，500-600米，有的密度还会高一点，20米都有可能。就会有几家咖啡馆，但是你在同一家咖啡馆，它要求是，就是不可以有同质化。第3个档次呢，就是叫诗阁，诗阁就是在商场里面，可能1层楼。好，这个时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一些白领啊，或者是逛 shopping mall 的人啊，他的消费又会高一些。动不动你看你吃一个可能就8块、10块、10几块。7块8呀，对。对，它但小贩中心你可能就花4块钱，咖啡馆你可能花5块钱，在那边可能就会花7块钱、8块钱，就是这样。它分几个档。我胃口比较小，我经常吃差不多就3块多，有时候吃2块多。他们读这个澳大利亚这种国际学校，未来升学的方面的话是往哪方面升呢？如果是升，可不可以升本地的这些学校？不可以，不完全就是只能走国际学校。好。可能我们上初1的时候会去考那个政府学校，就正常的像政府学校的学生就直接参加小六考试就考政府学校。那我们外国的学生呢，你可以去参加他的，类似于他要求的一个每年有几次的这个考试，你也可以考进去。好，你考进去以后，你不同的分数，你要不同的年龄，你会对应不同的年级。这是他们的幼稚园。哇。每2、3栋楼下面都有一个，它叫豆豆班，就那种小小的，然后直接可以读到1年级吗？还是就直接读到学前？那多大可以进去？1岁多。1岁多，就主要是帮家长分担这个上班的时间的。对，像从我们家，这边就是地铁，你可以拍一下，就新加坡的这个基础设施啊，它一定不会让你淋到雨。对。他就可以一直走到地铁那边去。对，你看它楼和楼之间，它都一定会修这个风雨帘的。你看它剪尾巴了，这边都会政府和我们义工都会。它为什么要剪尾巴呢？就是有义工的组织会把它尾巴剪掉，同时会给它打疫苗除虫，我们也会给它做，就是给它投食啊，给它做窝呀。还有都是全部的猫都绝育的。
你知道他这样子干什么吗？他让你摸它，经常吃的很好的。哇，小屁狗很好。像你们家现在是一个2房的主屋吗？还是多大的？3房。3房。3房，另外一间租给另外一个妹妹。哦，那个是我们是合租。哦，合租。因为她不怎么做饭，我呢是带着孩子，我有时候要做饭。对，那这个3房的话，租金是要多少钱？我觉得还好吧，1000多。1000多新币。对，客厅和厨房是共用的。我的房间有，就是主人房。有那个。内卫。对。你们是从房东手上租的，不是从政府租的？不是，这个主屋它都是卖给私人的，它不属于政府的。OK。这也是主屋。对，我看的其实挺好的。因为像这边的话，属于武南地区，是老牌的主屋，这边马来人比较多，就是因为离着那个海关很近。马来人和印度人很多。主屋除非租上面的人口比例它没有控制，一旦是买的房，就是一栋楼里面它依然会控制民族的比例，还是华人为主。对，毕竟他这个国家是要控制70%的华族嘛。这个倒对外从来没说要控制，这个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大家还是比较知道的嘛。但是华人会比较多。对于这个新加坡，你待了这2年的这个环境的变化，你有发现什么不一样吗？跟以前？和我6、7年前过来的时候相比的话，我觉得中国人更多了，还有就是卷得厉害，也卷到这里来了。特别是劳工这一块儿，我印象很深。6、7年以前，当时我朋友他在这边，他也是做工厂的，他说：“帮我招一些人。”招一些人，就那时候开的条件很好，2700-3000新币然后说要加班，就是1.5啦、2倍啦，反正就希望他们来。现在上个月吧，就是有一批这个就是 SP， 就是想去找那个劳工，居然有工资是1300。1300新币，感觉劳动力变廉价了。现在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要和中国人竞争就是还包括你要和马来西亚人，要和越南人，要和印尼的，和菲律宾的，甚至像这边很多那个建筑工人去请孟加拉人，他可以300-400新币就请一个孟加拉工人，建筑工人，而就没有优势。你看像这边的佣人，绝对不会有中国人因为中国现在它其实没有那种廉价劳动力的一个概念，没有那些优势。我个人觉得它也是一个，就是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它需要经历的一些阵痛。所以这个感觉就是一方面我们吃着人口红利，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这个劳动力不再廉价，但是你又不得不去思考就是好像现在又有很多人失业。我说一下就是出来的几个理由吧。在人前说的理由，说的最多的理由就是为了2个孩子的教育。我希望他们有更多的这种教育的选择性的可能。其实你要说到卷，还是所谓的卷还是不卷，我相信不管在美国、在日本、在中国、在新加坡都会卷，因为好的学校一定是要优秀的学生。但我希望他们就是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所以我选择新加坡呢，它一方面离重庆比较近。直飞离我们家我就3-4个小时，我真的是早上坐飞机，中午就可以回去吃饭，往返也才2-3千块钱人民币，就很便宜。对，甚至孩子去上学了，我晚上坐凌晨的飞机我都可以赶回来，知道吗？非常方便。新加坡具有西方的一些教育理念思想，它也比较开放另外它又是属于英语作为母语，那它今后选择美国，选择英国，选择就是欧洲、澳大利亚，甚至留在新加坡，甚至他比如说我也想学日本那边英语它毕竟是一个世界语言，我觉得都是很 OK 的，都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理由呢，就是确实在国内这几年我待的就是我有点抑郁，因为我爸爸去世以后，我妈妈也比较脆弱我自己也变得很脆弱那种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一方面几年口罩挺压抑的，这几年就是生意很不顺，我真的就把我多少年挣下来的家当团队几十人慢慢的亏，还把我的嫁妆，爸爸送我的一套房抵押了。后来那就做培训吧，然后就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就建了学校。那建好以后呢，就双减。有多大规模的学校？我们其中一个学校精装的，我签了10年。然后双减的时候，我那个课桌上面的那个膜都还没有撕，又亏进去了自己挣的钱，就感觉最后是凭实力挣的钱。又凭实力，又凭实力亏出去了。我现在跟你说的很轻松，我那几天晚上我都没有睡着觉。但是那个时候真的还是觉得挺抑郁的，就亏了那么多钱，然后还有养着员工。我是教作文嘛，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我带的一帮那个中考的学生，马上就要中考了，什么文言文呐、作文呐、现代文呐，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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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就有这一个板块哈。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不能上课耶，我说你这样子的话，我说我被抓进去了，你们谁来捞我？然后因为迫在眉睫，家长直接在他别墅上课，直接给我装了一个教室出来，多媒体。然后我们的学生就在那偷偷摸摸的，哎，我觉得挺好哎，比在教室好，还有果盘吃。因为那时候有一些大妈，她到你的那个教室啊，到你的小区啊，看到你在上课，在家里上课呀，她会去举报啊，她可以得奖励。这就是变成一个人人互相检举的这种感觉了。对，下面我其实我是学中文的，还是语言文学，就多多少少有一点那种感性，就觉得自己活得很蠢，为了自己要想跳出那个环境，否则我觉得我真的会不从2楼蹦下去，可能会从20楼蹦下去。好，然后第3点呢，就是我觉得是为了另外的一个自己吧，我很多年以来就一直非常的努力，我其实很少去享受生活。别人在玩的时候，我在看书，啊，别人工作以后哈，我再继续考研，考完研以后又创业，同时又生小孩，要教育孩子。我觉得我一直太努力了，真的，啊，讨又讨不平，钱又亏完了，怎么办？我想就换一个环境吧，就是让自己过得单纯一点。我现在生活就比较简单，自己的那种状态比较好。对，这边还是七七八八的其他的事情会少一点。反正现在就是照顾孩子，照顾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去年年底开始，我就已经不需要从国内拿1分钱，全部在新加坡的工资和自己挣的。甚至工资都可以不怎么花，就是自己投资的小店，基本上实现我们3个人的生活费自给自足。对，我们那个孩子班上这一学期有3个学生都走了，可能很大程度上哈还是因为经济问题。像他们的话，很多就是那种陪读妈妈身份，陪读妈妈身份可能就需要爸爸在国内挣钱。可能。那你想，其实在这边的话，你要全部靠人民币去支撑，一大一小。因为陪读他们的话是没有办法工作，一旦在国内，比如说爸爸的工作呀，出现像现在也有一些失业，或者是生意上面，或者积蓄不够的，其实压力会很大。啊，说一点就是劝退的话，我觉得你要想好，如果你能够在国内有那么稳定的收入，来持续的作为你在新加坡的一个供给，我觉得很 OK。这是一种渠道。第2种渠道就是你有足够多的钱，在新加坡这边做投资，也就是说我在新加坡实现自给自足。因为孩子出来了，他的很多理念变了，其实回不去的，回去对于他来说是会很痛苦，回不去，因为他的很多教育理念，我们叫所谓一种教育的同化思路。